我小时候贪玩，用绳子套了个女鬼当宠物养，长大后玩腻了，想甩掉她时闹得很僵。我嫌她浑身寒气逼人，就骗她说自己喜欢温暖的女人。哪知道她后来竟成了冥界之主，为惩罚我变心，她竟在生死簿上直接划掉我的名字，让我从此不死不灭，永世流浪人间。而她自己却在阴间安享至高无上的地位，这样我们便能永远不再相见。可没想到，20年后，我的干妹妹夏露薇得知我拥有巨额财富和无尽寿命后，找来一个大师设计要害死我，将我打死送进地府，借此夺走我的完美命格。高楼天台上，我哭得撕心裂肺。求你别打我，我可以把所有的钱都给你。我怕死怕得要命，因为我那前妻当初被我甩的时候就撂下狠话。老娘要是再见到你，夏露薇，我们认识10年了，我从来没亏待过你，你放过我吧，钱全给你。只求你饶我一命！我跪在水泥地上拼命磕头，额头几乎磕破，但夏露薇却只是冷笑着看我。我不光要你的钱，还要你那无穷无尽的寿命。你既然是我的哥哥，你的就是我的。你要是真对我好，就全都交出来吧。说完，他朝身旁穿道袍的大师使了个眼色，大师一把揪住我的头发，把我拖到天台边缘。这栋楼整整52层，楼下早已布好阵法，只等我坠落丧命摔死我，他们就能得逞。到时我连轮回转世的机会都没有。夏露薇早算计好了，她要做的彻底，绝不让我变成厉鬼回头索命。等我清醒时，我已成了鬼魂，身处阴间。2个小阴差一左一右抓着我，四周黑雾翻涌，只有前方传来的哀嚎惨叫越来越清晰。这地方我来过，是地狱入口，还得多谢我那前妻。当年分手时，她红着眼把我拎到这吓唬。那时他没真把我扔进去受刑，可这一次我怕是要魂飞魄散了。我挣扎着不肯再前进，大声呼喊：我是枉死的，我没做坏事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！见我反抗，一个小胡子的阴差抽出带倒刺的鞭子，狠狠抽了我一鞭子，剧痛瞬间刺入我的魂魄，我顿时瘫软在地，连喊都喊不出声。我仍想赌一把运气，万一前妻还念一点旧情，能让我轮回，总比彻底消失强吧。我忍着疼站立开口。2个阴差对视一眼，下一秒我又挨了一鞭子，这一下抽得我魂魄裂开一道缝，再也发不出声音。就你也配直呼冥王千金的名讳？我不管你怎么知道这名字的，我劝你老实点儿，这样还能少受点罪。他说的万一是真的，会不会惹麻烦？怕什么？那道长说了，这人来路不正，生死簿上根本没他的名字，邪门歪道有点手段，能知晓冥王千金的名讳也正常。瞧你胆小的，上面查不到的，咱拿好处办事儿，赶紧的，别夜长梦的出了岔子。我当即明白，他们一定跟夏露薇找的那个老道勾搭上了。身为阴差，竟然敢干这种勾搭。而当我看到高耸入云的地狱之门的那一刻，我的灵体感到极大的恐惧，站立不已。但这时，一个声音却由远到近地响起：这是新来的，走过审判流程了吗？我刚出声，阴差的手就立刻捂住了我的嘴巴，然后将我拖到一边。小胡子阴差则掏出一包烟，嬉皮笑脸的讨好。别来这套，我问你话呢。那小鬼走审判程序了吗？走了，那肯定的，咱哪有胆子不按规矩来？您和白姐成天忙得脚不着地的，得空就歇歇。黑无常没有再说话，雾太大，黑无常瞧不清我的模样，我怕就此错过生机，狠狠咬了捂住我嘴的那只手一口。阴差吃痛松开，我趁机朝黑无常跑去，但却被阴差一脚踹翻在地，随后阴差的脚死死踩在我的脸上，地上的黄沙扬进我的嘴里，我吐不出来，也发不出任何声音。但幸运的是，这动静引起了黑无常的注意。干嘛呢？没事儿，这小鬼不老实，都到这儿了还挣扎呢，哼。能到这儿的都不是啥好东西，别脏了您的眼睛。办事谨慎些，这些个玩意儿生前都是作恶多端的，一个也不能出岔子，赶紧送进去吧。看着黑无常转身消失在迷雾中，我的心也跟着死了。小胡子阴差点头哈腰的送完黑无常，冲上前就给了我几脚，然后又拿着手里的鞭子在我身上肆意发泄。很快我身上就找不出一块完整的地方，魂魄布满创伤。发泄完了，小胡子阴差才捏起我的下巴。死小子，差点给你坏了好事。放心，到了里边，我亲自伺候你。随后我像块破布一样被扔进了第一重地狱。这一重地狱是千针之刑，入目所及是数不胜数的刑具，上面无一例外都架着一个阴魂，身上插着数千根针，活像个刺猬。我倒吸一口冷气，用最后的力气断断续续吐出一句完整的话：我真的认识易若雪，你们这样对我，他要是知道了，
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这话当然是掺假居多，殷若雪才不会在意我的死活，她大概是真的不想再见到我，不然她也不会给我无尽的寿命，让我孤独的活在人世间不老不死。她是生怕我死了来阴曹地府碍她的眼。从进这扇门开始，两个阴差已经不怕我再闹事了。小胡子阴差轻佻地拍拍我的脸，笑得恶劣。你咋这么会幻想？阳间的狗血剧就那么好看？咱们冥王千金是你能幻想的吗？我的脸被拍得歪到一边，一阵难受之后，我呕出一大口阴气，感觉魂体变透明了一点。我被固定在了刑台架上，小胡子阴差狞笑着取了行刑用的离魂针来，每一根都有我的小臂长。你可得坚持住了，后边还有17重地狱等着你呢。咱们慢慢玩，来到这儿，骨头再硬，也得给小爷我软下来。话落，他取出一根针，直直冲着我大腿扎来，针尖立刻没入我的身体半寸，那种尖锐的疼痛让我整个人开始控制不住的颤抖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人影匆匆跑来，慢着！刺入的针被拔了出去，我缓了口气，努力睁大双眼去看。来人是这重地狱的管事人，我记得叫碧云山。当初殷若雪吓唬我的时候，他还站在一旁。我看到他，顿时重新燃起希望，祈祷他还能记得我。毕总管，是我，救救我！经受了这一路的折磨，我早已精疲力竭，嗓子沙哑的不像话。但我肯定碧云山听清了，因为他定定地看着我，像是在辨认，而最后那惊恐的眼神必然是认出了我。可没等我松口气，只见他迅速移开视线，装作没事人一样。人已经快到了，你们等等吧。我一阵愕然，这碧云山竟然也跟夏洛薇和那老道士有勾当，燃起的希望再次被扑灭。我苦涩地笑了出来。殷若雪啊，殷若雪，这就是你掌管的冥府之地吗？手底下的人瞒天过海，胡作非为。不过我也没想到夏露薇竟然会来这里，真不知道该说她是胆大还是胆小。说她胆大，她却怕留下祸患，怕带着我延长的寿命，花着我的钱不安心，所以非要看着我消失在这世间不可。说她胆小，她偏偏又连这死人之地都敢来。很快，夏露薇和那老道士就来，乍到地狱，夏露薇还有些害怕，死死跟着老道士寸步不离。但发现老道士和这里的阴差很熟后，她胆子又肥了起来。毕竟她才是最大的那个出钱的主。她从阴差手里拿起一根针，兴奋地走到我跟前。沈千尘，谢谢你啊！要不是你，我一辈子也体会不到有钱人的乐趣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果然不假。有了钱，我甚至连这阴曹地府也能走一遭。你也活够了，剩下的岁月就让我来替你吧，你就安心上路吧。我对你不够好吗？问了又觉得多余，他要有良心，怎么会算计到这种地步？你觉得你对我很好吗？我跟班穿你不要的衣服，永远给你当陪衬。你真觉得你对我很好吗？我没有反驳，事实证明，一个白眼狼是养不熟的。当初他遇见我的时候，大雪纷飞，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衣。他从农村来，家里穷，年末了又找不到工作，是我收留了他。我本来是不需要保姆的，一个人孤独惯了，可看他可怜，才给他安排了这份工作。我一直把他当亲妹妹，他要我的任何东西我都给他，薪水也比市面高很多。渐渐的，他不再拿自己当妹妹，对我极尽索取。大概是我对他太纵容了，他才觉得他可以和我平起平坐，甚至代替我。我错在不该信任，将我的秘密告诉他，而我的沉默换来的是他的疯狂。没话说了吧？你自己也这样认为的，对吗？你从来没拿我当亲人，去世吧！他下针的位置是我的心脏，看得出来，他真的很想要我立刻消失。一旁的阴差们似乎觉得有些不妥，但终归没制止。从我口中散出的气越来越多，我的魂魄已经变成了半透明的状态。恍惚间，我仿佛看到了殷若雪朝我走来，她还是那么好看，比我活了这几十年见过的所有女人都要美。是幻觉吗？是幻觉吧？他才不想再见到我，可是为什么那些阴差都跪下了？少主，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碧云山慌得不行，跪在地上，整个人抖如筛糠。要知道，他收取阳间活人的好处本来就是大忌，竟然还允许活人自由出入这地府，现在被抓个正着，肯定不会有好下场。那老道士也变了脸色，连忙扯开夏露薇，一起跪倒在地。殷若雪的视线一一扫过众人，威慑力十足。大胆！我今天少主不来，还不知道你们这些胆大包天的家伙敢如此胡作非为。我想说话，但是脑子太过混沌，身上尖锐的疼痛让我发不出任何声音。他会认出我来吗？认出来后呢，会救我于水火吗？还是像之前说的那样，将我扔进油锅，再千刀万剐？良久，殷若雪才终于冰冷地开口：碧云山，我让你管着这第一重，你就是这么给我办事的？小的知罪，小的知罪，都是那两个阴差，是他们私自引圣人进来的，小的实在毫不知情啊！就在大人您来之前，小的正打算把他们赶走呢。这可是你的地盘，圣人大摇大摆的进来了，这不是你的失职是什么？少在这血口喷人！听着他们的争吵，我渐渐回过神来，原来殷若雪此次前来是为了整治手下的不法勾当，而我不过是恰巧被卷入这场风波的倒霉蛋。殷若雪听闻，冷冷地哼了一声，声音虽不大，却如同炸雷在众人耳边响起。休要多言，既然这两人已经闯入地府，
就别再妄想能活着回去，先关起来后斩。至于你们几个，竟敢做出这等违背天规之事，通通打入畜生道，永生永世不得再为人身。夏洛威一听，瘫倒在地面，仿佛被抽去了脊梁骨。那2个阴差也吓得浑身瘫软。这时后知后觉的夏洛威终于意识到，自己恐怕再也回不去阳间了，顿时暴跳如雷。我阳寿还没尽呢，地府办事得按规矩来。老道生怕被他牵连，伸手想去拉他，让他别再胡言乱语。夏洛威却一把甩开老道的手，必须得回去，你们赶紧送我回去。老道哪还敢施展法术，吓得紧闭双眼装起死来。夏洛威见状怒不可遏，你傻愣着干嘛呢？我给了你500万，你就这么办事的？现在就要回到阳间。他却浑然不知，殷若雪最厌恶的就是这般吵闹喧哗之人。刹那间，一股无形的力量猛地袭来，夏洛威的身体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般直直飞了出去，砰的一声，重重摔在摆放刑具的桌案上。处理完这几人，殷若雪缓缓将目光转向了我，我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目光如同一把锋利的兵刃，直直穿透我的魂魄。报上你的来历，姓甚名谁？厉云山早已犯下不可饶恕的重罪，此刻满心惶恐，生怕再惹出祸端。他深知一旦殷若雪知晓我是未经审判便被投入地狱的冤魂，尤其是认出我是谁，自己必定罪加一等。于是他心急如焚，不假思索地抢着回答：不过是个刚咽气的无名小卒罢了，能被送来这儿的哪有什么好人？冥王大人，您日理万机，莫要为这等小角色费神，误了您的眼。殷若雪眉头瞬间拧成一个川字，眼中闪过明显的不悦。宦官心领神会，立刻厉声呵斥：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，给我闭嘴！我费力地张了张嘴，喉咙里却只能发出如漏风般的嘶嘶声，根本无法正常言语。宦官见我半天没有回应，上前仔细查看我的伤势，随后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向殷若雪禀报：大人，这男子的魂魄已濒临消散，状况堪忧。速去查明他的身份，若此人不该在此处，便想法子全力救助。后续再视情况决定是送他返回阳间，还是安排转世投胎。宦官领命，即刻派人火速去取生死簿。等待的间隙，夏洛威仍在负隅顽抗，疯狂挣扎。他愚不可及，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已犯下弥天大罪，脑海中还在幻想着回到阳间后继续花天酒地、逍遥自在的日子。没过多久，阴差匆匆捧着生死簿赶来，宦官急忙凑到我身前，再次问道：快说，你究竟姓甚名谁？我调动全身仅存的一丝力气，从牙缝中艰难挤出3个字，声音微弱的如同风中残烛。他听闻后，立刻翻开厚重的生死簿，仔细查阅起来。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宦官的眉头越皱越紧。怪了，此事大有蹊跷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还不快如实道来！大人，这人竟然不在生死簿上。他下意识以为是有人在暗中蓄意捣鬼。他究竟叫什么？回大人，他说他叫沈千尘。听到我的名字，殷若雪的瞳孔骤然紧缩，眼神瞬间凝固，仿佛时间都在这一刻静止。刹那间，殷若雪如鬼魅般闪至我面前，动作快得让人目不暇接。她那纤细修长的手指轻轻探出，稳稳捏住我的下巴，稍稍用力将我的脸缓缓抬起。她的神情极为复杂，眼中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疑惑，轻声呢喃，像是在问我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：真的是你吗？这世间怎会如此巧？我拼尽最后一丝力气，微微点头。他的手指猛地收紧，力度大的仿佛要将我的下巴捏碎。你可还记得当年的话？我根本没有力气说话，只能扯动嘴角，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苦笑。也许我根本等不到他亲自动手，魂魄便会消散在这茫茫地府之中。终于，他厌恶地甩开我的脸，仿佛触碰的是世间最污秽之物。真是个不成器的废物！我原以为没了我，你能活出点模样，没想到也不过尔尔。是啊，他依旧是高高在上执掌生死的冥王，而我却成了一个即将魂飞魄散的落魄鬼魂。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，他并未让我就此魂飞魄散，而是下令将我带下去，寻找鬼医为我治疗。我心中明白，以他睚眦必报的性子，定是想留着我慢慢折磨。毕竟我曾狠心甩掉他，这份耻辱他怎能轻易咽下？在鬼医处治疗的过程，简直如同身处炼狱，痛苦万分。我时而陷入昏迷，时而又处于恍惚之间，仿佛置身于虚幻与现实的边缘。在这混沌之中，我竟做起了梦，梦中往昔与殷若雪相处的点点滴滴如潮水般涌来。那时他以凡人之姿游历人间，偶然间遇见了深陷困境的我。那个年代世道艰难，疫病横行，而我幸运地得到了他的垂怜。他陪伴我度过无数个艰难的日夜，见证我的成长。他是我青涩初恋的对象，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段甜蜜爱情的主角。直到我因病离世，踏入地府，才惊觉他的真实身份——冥王。他满心以为我会心甘情愿地留在地府，陪伴在他身旁。然而作为新时代的男人，我实在无法接受地府中那些陈旧腐朽的规矩。我无法忍受他身为冥王，身旁却有着3夫4室，更不愿成为他的附属品。我毅然决然地提出要离开，要去轮回转世，开启全新的人生。他像
像头发怒的猛兽，将我强行拉到地狱门口，用最可怕的刑罚威胁我。那时的我吓得泪如雨下，是真真切切的感到恐惧。但最终他还是心软了，放我离去。不过他也撂下了绝情狠话，发誓此生不再与我相见。转世之后，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竟保留着前世的记忆，而且从长大成人的那一刻起，我便不再衰老，也不会死亡。我还拥有了优渥的家境，以及足够我挥霍一生的财富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他虽然嘴上说的绝情，可心里还是念着旧情，为我安排好了一切。只是他真的下定决心不再与我有任何交集。当我在梦中重温完这一切后，缓缓从沉睡中苏醒，映入眼帘的是无比熟悉的环境。这里正是冥王殿，殷若雪在阴间的专属领地。我躺在她的床上，被褥上还残留着她独有的气息。这熟悉的气息让我在这陌生冰冷的地府中感受到了一丝久违的安心，但这种安心并未持续太久。殷若雪恰在此时归来，我下意识地闭上眼睛，企图装睡，可她仿佛拥有看穿一切的能力。别白费力气装睡了，狗东西！我满心无奈，悻悻地睁开双眼，脸上扯出一抹苦涩至极的笑容，开口问道：“怎么？现在是不是就要把我丢进刀山火海，兑现你曾经的狠话了？”不急。紧接着他伸出手，动作干脆利落地将我从床上拽起，语气冰冷得如同寒潭之水。我赐予你的一切，那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竟敢妄图染指，你必须亲眼目睹他们的凄惨下场。我望着他眼眸深处那彻骨的寒意，心想他这是打算先拿他们开刀杀鸡儆猴，之后再回过头来慢慢收拾我们。很快我们来到外殿，只见夏露薇和那老道狼狈地跪在冰冷的地面上。夏露薇一见到我，眼睛瞬间瞪大，像是发了疯一般，挣扎着想要起身，嘴里还叫嚷着。然而他的话音还未落，就被一旁的阴差狠狠一脚踹倒在地，摔了个狗啃泥。此时的我身体尚未完全恢复，虚弱的如同风中残烛，就连走上这几步路都觉得气喘吁吁，实在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回应夏露薇的叫嚷。殷若雪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极为有趣的事情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丝令人胆寒的冷酷笑意。紧接着她转过头来，目光直直地盯着我问道：“你打算如何处置他们？”听到这话，我心中满是疑惑，毕竟在这地府之中，他才是手握生杀大权的主宰者，为何突然问我这个？这不禁让我回想起曾经我们在人间假扮夫妻的日子，那时的他无论大事小事，总会温柔地征求我的意见。还是你看着办吧，我都听你的。话音刚落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强势而霸道地伸出手臂，一把将我紧紧搂入怀中。那股力量好似要把我融进他的身躯，让我们再也无法分离。他的下巴轻柔地靠在我的肩头，目光却如锋锐的毒箭，直直射向跪地求饶的众人。既然沈千重不愿为此劳神，那便由本宫亲自主持公道。碧云山，你身为地狱的掌管者，本应恪尽职守，却与阳间宵小狼狈为奸，收受不义之财，致使地府秩序崩坏。殷若雪手臂一挥，瞬间将碧云山束缚。眨眼间，地面上突兀地刺出无数冰刃，如暴雨般穿透他的身体。碧云山的身体痛苦地扭曲着，却因剧痛被扼住咽喉，只能从喉咙里挤出“开恩”两字。开恩？你们犯下的滔天罪行，岂是几句求饶就能出数的？拖下去，扔到拔舌地狱，让他们尝尝有苦难言的滋味。殷若雪说完，冷笑一声：“至于你嘛……”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沈千尘，你帮我求求情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！我想到了，你既然那么喜欢18层地狱，那就打入18层地狱吧。什么？不行的，我不要下地狱，我不要！旁边的阴差迅速抓住了他，夏露薇开始剧烈的反抗，可他一个魂魄怎么能反抗得过阴差呢？那老道早已被吓得魂飞魄散，双眼一翻，直挺挺地昏死过去。这般怯懦也敢参与这等恶行，将他丢入无间地狱，让他在那里好好审视自己的罪名。冥王大人开恩呐！我们再也不敢了，饶了我们吧！开恩，你们犯下的滔天罪行，岂是几句求饶就能饶恕的？拖下去，扔到拔舌地狱，让他们尝尝有苦难言的滋味。之后，殷若雪小心地扶着我转身回到内殿，她的动作轻柔而小心翼翼，仿佛我是世间最珍最易碎的宝物。将我安置在床上后，她的目光中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担忧，轻声问道：“身体可有不适之处？”我已无大碍，多谢你出手相救。我们之间何时变得如此生分？当初你毅然决然地离开，可曾想过会有今天？他的语气中满是埋怨，我无言以对，只能选择沉默。殷若雪见我不语，突然贴近，她的嘴唇几乎触碰到我的耳畔，轻声呢喃：“沈千尘，你既已归来，便别再妄图逃离。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再让你离开半步。”
他的眼神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，有不容置疑的占有欲，有深情的眷恋，更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委屈，仿佛在诉说着多年来的思念与等待。在之后悠悠流转的时光里，殷若雪仿若不知疲倦的守夜人，每日必定前来探望我。在他这般无微不至的照料下，我那破碎的伤势如同春日复苏的青草，渐渐好转，魂魄也从飘摇变得愈发凝实稳固。只是每当不经意间与他那双深情且霸道的目光交汇时，我的心便如同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撩拨，慌乱之感油然而生。这一日，殷若雪如往日那般准时而至，手中捧着一件精美绝伦的黑袍，她步履轻盈，款步走到我面前，声音温柔的如同春日微风。沈千尘，来试试这件，这可是我特地为你寻来，又经专人精心改造的。我双手接过黑袍，指尖刚一触碰，便觉一股温热之意传来，仿佛这件黑袍中封存着暖阳，又似蕴含着某种古老而神秘的力量。我穿上它，奇妙的是，尺寸竟分毫不差，恰似为我量身定制。望向铜镜，镜中的自己竟隐隐找回了几分在阳间时意气风发、神采飞扬的模样。殷若雪凝视着我，眼眸中满是毫不掩饰的欣赏与倾慕。沈千尘，岁月从未减损你的风采，你依旧这般夺目。语毕，他仿若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牵引，缓缓移步到我身后，动作轻柔地伸出双手，将我轻轻环抱住。你可知道，这些漫长的岁月里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在阳间的每一次欢笑，每一回蹙眉，每一个细微动作，我都一清二楚。殷若雪，其实不必说了，过往种种我都明白，过去的就让它如烟云飘散吧。如今你回到我身边，这才是上天赐予我最珍贵的礼物。是当下最要紧之事。自那以后，殷若雪似是要弥补过去分离的时光，总是与我亲密相伴。她会在冥府的幽冥花园中牵着我的手悠然漫步，为我讲述冥府这些年里发生的奇闻异事，也会静坐在我床边，目光柔和地守望着我入眠，好似只要她在，所有噩梦都会望而却步。当然，我从殷若雪嘴里知晓了夏露薇的消息，她在18层地狱里一遍一遍地经历着酷刑，只是到第3遍时就受不了疯癫了。得知这个消息时，我叹了口气，这也许真是报应吧。我刚想说点什么，整个地府突然毫无征兆的剧烈震颤起来，紧接着一名鬼差神色慌张，连滚带爬的冲进来，声音颤抖的禀报：冥王大人，大事不好！地狱深处有一股墨恻恻的力量正在觉醒，是谁要冲破古老封印，破楼而出？我即刻前去查看。你务必留在此处，切不可轻举妄动，随意乱跑。可我怎能眼睁睁看着他独自涉险，心焦如焚之下，趁他转身不备，偷偷跟在他身后。当我们赶到地狱深处时，只见一道触目惊心的巨大黑色裂缝横亘眼前，裂缝中源源不断地散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邪恶气息，仿佛连接着无尽深渊。殷若雪见状，柳眉紧蹙，毫不犹豫地立刻施展强大法术，试图修复这道恐怖裂缝。但那股神秘力量宛如汹涌狂潮，势不可挡。殷若雪的法术在其面前如同螳臂当车，难以抵挡分毫。就在裂缝即将彻底崩裂，未知的恐怖灾难即将降临之际，一股莫名的勇气从心底涌起，于是我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，用自己的身躯死死挡住裂缝。殷若雪惊恐地嘶喊：“你不要命了！”殷若雪，我绝不能让你受到一丝伤害！千钧一发之际，我拼尽全力，与神秘力量僵持不下，每一秒都像是在与死神掰腕。殷若雪瞬间领会了我的意图，眼中闪过一抹决然，如同一道闪电划破黑暗，瞬间闪至我身畔。她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十指交缠，将自身磅礴的力量毫无保留地传输给我。并肩携手，定能将这邪祟之力彻底制服。在我们齐心协力之下，那股来势汹汹的神秘力量终于渐渐露出颓势，被一点点压制。眼前那道恐怖的黑色裂缝也在我们的努力下缓缓开始愈合。终于，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，裂缝彻底消失不见。那股妄图颠覆地府的神秘力量也被成功封印，重新被禁锢在无尽的黑暗深渊。我和殷若雪精疲力竭，双腿一软，瘫倒在冰冷的地面上。我们缓缓转过头，目光交汇。此刻周遭的一切都已不再重要，彼此眼中唯有对方的身影。曾经那些因误会、因倔强而产生的隔阂，在这一刻如同春日积雪，消融得无影无踪。自那以后，我正式成为殷若雪携手同行的伴侣，与她一同挑起掌管冥府的重任。在我们的努力下，冥府焕然一新，变得更加公正安宁，而我和殷若雪也终于苦尽甘来，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再也没有什么能够将我们分离。奈何桥上，银色的月光倾洒而下，轻柔地落在我们身上，在地面映出2个紧紧相依的幸福影子。我停下脚步，深情地看着殷若雪，轻声说道：“殷若雪，谢谢你，是你让我漂泊的灵魂找到了最终的归宿。”不，沈千尘，是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让我真切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。殷若雪转过头，嘴角上扬，露出一抹温柔至极的微笑。我们相视一笑，笑容中满是对未来的期许。在这静谧的夜晚，对着皎洁的明月，许下了一生一世的诺言。